了 ，BBQ 啦！清德中正下真的 BBQ 啦！清德崩溃到不敢出来。赖清德用台湾总统的名义献上花篮，中华民国括号台湾跟中华民国台湾，怎么台湾不敢写 Republic of China 逗号台湾才是中华民国台湾 Republic of China 括号台湾，那个是中华民国括号台湾。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，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，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？我就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不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吗？出访规格最低的最高规格，飞了大半个地球，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，多飞了8000公里。习近平已经敢对着美国总统说，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本质就是台独。美国人一句话不说，结论很清楚，贯彻了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直接讲的话：降格、降格再降格，去程好哇伊，回程圣关岛。这一次赖清德总统真是史上最大突破最低下限，恭喜让世界看见台湾台独的镜花水月迟早破碎，中国崛起的巨大浪潮，物理层次的崛起你不屑，军武层次的崛起你说人家烂，文娱精神软实力层次的崛起你怎么挡？外交力量的崛起，川普海啸冲过来，直接一巴掌把这些王八蛋拍死在岸上。你自己造了一个假象，两边的浪涌来是真的，一边叫做中国崛起的浪潮，另外一边叫川普海啸，两边啪粉身碎骨。台湾斗六万岁！我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赖清德访问了亚利桑那号战舰，署名了中华民国台湾总统。今天在脆上面，青鸟们又嗨爆了！正式的署名中华民国台湾总统，他是括号 ROC 了 ，President 赖清德 Republic of China 括号台湾，怎么有 China？ 然后战舰非常有名，珍珠港事变当中被打成的，怎么会变 China？ 台湾是括号，是括号，这是对的吗？赖清德用台湾总统的名义献上花篮呐 ，In honor of the fallen heroes， 怎么台湾不敢写？中华民国括号台湾跟中华民国台湾，抱歉，完全不一样。Republic of China 逗号台湾才是中华民国台湾哦 ，Republic of China 括号台湾那个是中华民国括号台湾哦。哦，不是很恨。最好笑的是我在中央社的影音下面来给他订阅一下。OK， 我也不觉得他是中华民国总统，可悲可怜啊！之前一直觉得光头很好笑，就指韩国瑜啦，但是拿来用在清德仔身上，真的是太好笑写意了，清德崩溃到不敢出来啊！中央社下面被一般老百姓攻陷，有自信一点，看是要去掉中华民国，还是要去掉台湾？就青鸟被酸爆，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，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，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？我就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不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吗？灾难在哪里？把中华民国写上去，完了完了 ，BBQ 啦！清德中正下真的 BBQ 啦！他马上贴出这一张啊，赖清德抵达夏威夷 ，AIT 执行理事，礼遇历来规格最高，不是吧？接机不是都是落地接机彩虹毯吗？怎么一个执行理事跑到飞机上来接人呢？这不太对吧？怪怪的吧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历史给查一查。这是史上最成功的降格出访啊！我在这里啊，预祝赖总统出访成功。陈水扁、马英九当选年8月出访。过境美国加州洛杉矶，蔡英文当选年6月出访，台美关系真的史上最好在蔡英文。过境美国加州洛杉矶，赖清德当选年的11月出访，过境夏威夷州檀香山关岛，它是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之一啊。檀香山，美国距离本土最遥远的哦，它是唯一一个以岛屿为州的夏威夷首府，笑死人了，对不对？连美国的正式国土去不了，请问去夏威夷是过境吗？过境是说我飞不到，所以我去那边 pass 一下，加个油。过在哪里啊，大哥？绕好远呐，在太平洋面上卫星侦测是看不出来的。来，夏威夷跟檀香山，你中间找不到，正常太小了，飞了快大半个地球飞到夏威夷，要先飞8000公里到檀香山国际机场，马绍尔国际机场哦。最难的就是图瓦鲁国际机场，这个机场只有1.5公里啊，大飞机没办法降落在图瓦鲁国际机场。如果这个飞行路径是对的，它
他要用小飞机先飞到关岛，富兰富提是图瓦鲁的国际机场，跑道太短，只能飞螺旋桨飞机。这张图其实要做修正，折返跑一次再折返跑一次，再回来，我们要折返跑一次，再飞去关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飞行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已经飞了18200公里了，最后去涡流起飞，到这里已经飞了快2万公里了，最后呢会回到我们 Sweet 的台北国际机场，就是完成了伟大的征程啊！这个才是真正的赖清德的航线，比这个 ET Today 的还要精准，绕了半个地球。夏威夷在北半球，而且是在西半球。夏威夷在国际换日线以东所以呢，它在北半球，而且是西半球。这一次访问的国家都在东半球，所以是特别跨越了国际换日线去的夏威夷，就证明出访规格最低的最高规格，而且回程去关岛已经没有再回夏威夷再转机一次了，很努力了，没有再浪费油钱了，你懂吗？让世界看见台湾最低待遇花最高钱，这当然需要赖清德、乔燕、AIT 执行理事蓝英重申一中政策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才来接机而已吗？请问 AIT 主席去哪里了？怎么派了一个前主席来？不是才来接机而已？蓝英难道是国民党的阴谋？难怪叫蓝英，国民匪党的阴谋。乔燕上欢迎赖总统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，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。怎么会这样？飞了大半个地球，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，原本只要飞16000公里就搞定了，为了要见蓝英一面，飞了22000多公里啊，多飞了8000公里。这一次赖清德总统真是史上最大突破最低下限，恭喜六千鸟开心。台独的镜花水月迟早要彻底的破碎，中国崛起的巨大浪潮，你民进党你还可以躲多久？我就看着你躲多久嘛。物理层次的崛起你不屑，军武层次的崛起你说人家烂，文娱层次、精神层次的崛起、软实力层次的崛起你怎么挡？外交力量的崛起，习近平已经敢当着面直接怼着美国总统说，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本质就是台独。美国人一句话不说，结论很清楚，贯彻了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直接讲的话，降格降格再降格，去程好哇伊，回程胜关岛。如果去关岛某种程度上还真就不是搞台独了，关岛是美国属地啊，连国土都不是的时候，那抱歉那就真的就不牵涉到主权问题了。所以民进党现在就是一方面台独大内宣做太满，镜花水月碎掉了，第二方面中国崛起的全面浪潮涌来，完全不准备，看到那个大浪来就是闭眼说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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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存在不存在，中国崛起不存在。第三个川普海啸冲过来，直接一巴掌把这些王八蛋拍死在岸上。就继续说嘛，嘴很秋嘛，就继续讲嘛，你自己造了一个假象，两边的浪涌来是真的，一边叫做中国崛起的浪潮，另外一边叫川普海啸，两边砰粉身碎骨。台湾斗六万岁！希望易川记得上亿下川大法师记得看到中华就堵拦了，记得去堵拦一下飞了8000多公里去听一中政策，不错啦，恭喜你